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这个影片主要是因为买了一张 Vega 64的水冷，那对于这张5年前的显卡用了一下，有一些话想要说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。Vega 64是 AMD 当初跟1080对打的主力，那这个时候 AMD 的股价才刚从鬼门关前往上爬，那 Vega 的竞争力依然是堪忧。虽然它的性能可以跟1080接近，但它的耗电量实在是输太多了。水冷版本超过300瓦的 TDP 对比1080的180瓦实在是个笑话，但高达483GB 的记忆体频宽在矿潮时有不错的讨论度。那它的记忆体跟晶片封装在一起的设计也不容易有积热的问题。那等一下测试让大家看一下这个120水冷牌的表现。那虽然这是一张布满刮痕的显示卡，但它的金属质感依旧，搭配它的机壳要兼顾玻璃面板与双水冷的特性也没几个。但考量双120比起240水冷来得更长一点，所以这边选择了支援280水冷的 Machinist。发表1年过去了，4槽显卡 ATS 电源280水冷与15升内的体积，它仍旧是个标杆。那我在频道草创期做了2个影片，那现在看起来有够尴尬，那趁着这个显卡再拍一次尴尬一下也好。那美味网版要怎么装，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看过了，所以我就简单提一下。如果要这样装的话，原厂280转240的支架必须反转，所以你水冷只能各锁一侧。那因为这个显卡的水管非常的长，那我这边用图片说明一下我的管子是怎么理的。那两侧是玻璃面板，所以你的电源记得要安装在靠内侧的孔位。那底部我还装了2颗 2.5 SATA， 再加上一堆的水冷管，所以整个主机板侧你可以看到布满了线材管路。但显卡这一侧还算清空，那展示时也算凉爽。那接下来的测试环境是顶楼加盖，室温33度不开空调。那新的拍片环境还在调整。CPU 是 10900K 搭配之前的120全铜水冷牌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颗120水冷会不会跟 Vega 水冷有着相同的命运。双烤30分钟后，功耗还有超过165瓦，室温这么高，又玻璃又双烤，但它的温度结果还是比一堆 A4 的气冷还来得有压制力。那因为显卡跟 CPU 的风道是完全独立的，所以单烤的温度表现完全一样。但显示卡的部分 ，Vega 64在最新的驱动版下，它的 TDP 是265瓦。那我在风扇锁定 PWM 之后，它还是会自己加速。那经过半小时的双烤后，从1800转调高到2300转。GPU 的温度是70度，记忆体是75度，热点温度是90.6度。那我没想到室温这么高，用120水冷还可以压得这么凉快。但事实上，在水冷牌已经不适合触碰了。但在监控软体显示，水冷液的温度是66度，这也代表 GPU 的晶片只高水温4度而已。翻开 Vega 64的规格，它的晶片面积是 10900K 的 2.5 倍。记忆体与晶片之间的封装的空隙也被填满了，那这个封装比 N2 做的还要彻底，但面积越大也伴随着成本越高。那后来 AMD 在 Radeon 架构还是改回去了，但实际的效果也看在眼里。双烤的功耗整机超过600瓦，却可以在15升的 ITS 系统用上双面的玻璃侧板，算是相当的难得。但现在在功耗换性能的趋势下，水冷大家都越做越大，连420水冷都开始有人在卖了。120水冷感觉就是越来越少，6900XT 的水冷公版也是不单独贩售。那本次双120的配置，希望给高功耗平台带来不同的思维。那毕竟这么高的功耗，再加上玻璃侧板还可以保持安静，我认为还是相当有特色的配置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那有什么对于120的水冷的看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